刚刚结束第2次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警告西方盟国要为乌克兰的长期冲突做好准备，敦促西方持续支持基辅。不过，他周六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时担忧说，在这一特别关键时刻，世界各地都开始对乌克兰感到疲劳了。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日前发表对10个国家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已经对俄乌冲突有倦怠感。民调显示，52%的意大利人、49%的德国人和41%的法国人支持尽快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团长表示，乌方可能在8月底恢复同俄罗斯的谈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对于俄乌可能恢复的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战事方面，俄军称打击了乌军炼油设施、燃料储存设施和火炮阵地等军事目标。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北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发动强攻。周日早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传出爆炸声。央视新闻客户端援引乌克兰独立通讯社的报道称，当地时间周日早晨，基辅传出爆炸声。有消息称，乌军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乌克兰其他多地也陆续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六表示，争夺北顿涅茨克市的战斗仍在持续，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北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发动强攻。位于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工厂遭到更多破坏。卢甘斯克的乌克兰官员就声称，俄军投入了大部分预备部队，准备未来1-2天内一举攻下北顿涅茨克。顿涅茨克武装则表示，顿涅茨克多个地区周六遭到乌军多次炮击，导致5人死亡、12人受伤，所有地区饮用水供应和公共交通暂停。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六通报称，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了位于克列缅丘格和利西昌斯克的乌军炼油设施和燃料储存设施。这些设施为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军事装备提供燃料。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12个火炮和迫击炮射击阵地，其中包括4个 M777 榴弹炮排。俄火箭炮兵部队则对乌克兰人员和武器装备集结点、指挥所、火炮和迫击炮射击阵地进行了打击，摧毁了坦克、野战火炮等乌克兰军事装备。战斗激烈进行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视察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乌总统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显示，泽连斯基视察3月底遭俄军炮弹袭击，造成37人死亡的地区行政大楼。他向市长及地方军官颁发英勇勋章，表彰他们在4个月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尼古拉耶夫位于通往乌克兰最大港口敖德萨的必经之路上，距离已被俄军控制的赫尔松地区约100公里，曾是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当地周五再遭俄军轰炸，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这是泽连斯基自俄罗斯在2月24日展开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府同日发布的视频还显示，泽连斯基对乌西南部敖德萨州进行视察。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当前悬挂14个国家旗帜的39艘船只仍然被封锁在敖德萨地区的港口。它重点是来绕军，当然这个2个地方呢，又跟黑海很接近，所以我想他也是在考虑说如何来打破俄罗斯对于黑海的它的这个所谓的封锁。在当前战事焦灼的情况下，俄乌谈判陷入停滞。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表示，乌方可能在8月底与俄方恢复停火谈判，条件是俄军后撤至2月底开战之前的位置。他强调，在重启谈判之前，乌方将通过系列反攻计划巩固谈判立场。不过，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对乌克兰代表团是否有诚意恢复谈判、是否有话可聊以及能跟谁聊持怀疑态度。